你是不是常常不自觉就长叹一口气？别以为只是胸口闷、吐口废气，身体舒服点儿，错了。在传统文化和命理智慧里，你这一生，吐出去的不是浊气，而是你晚年好不容易攒下的福气和财运。今天我们不谈迷信，只讲古人对天地气机的观察，以及一套不花钱、不求人，坐在沙发上就能练的锁气法。学会了，帮你把漏掉的福运牢牢守住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，儿女在外忙事业，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住电视或夕阳，心里莫名空落落的，胸口像压了块湿海绵。这时候就不由自主深吸一口气，然后长长一声，叹完瞬间胸口松快一点，但没过多久，浑身没劲，脑门发沉，甚至后背发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这在命理学上可不是什么身体在排毒，这叫散气，是典型的漏符奇兆。古人说一叹穷3年，不是吓唬人。为什么？咱们把命理讲得简单点，你出生的时辰决定了你的命局，就像老天给了你一个大水缸，水缸里装的是你的元气，也就是晚年的健康、寿命和财富。年轻时身体壮，水缸盖得紧，还不断有雨水注入。到了晚年，零件老了，水缸里的水用一瓢少一瓢。经常无故叹气，就像在水缸底下凿个小洞，每叹一声，最珍贵的护体元气就漏掉1分。传统命理讲，气聚则生，气散则亡。人活一口气，这口气聚在身体里，是抵御风寒疾病的铠甲，也是接纳福报的聚宝盆。有些朋友明明八字晚年走得平稳，按理说该儿女孝顺、安享清福，却突然腰腿疼，家里漏水，被骗钱，破财生病接连不断。去看八字问风水，其实问题往往出在习惯上，半个小时能叹5、6次气。这不是风水不好，是自己把防盗门给摊开了。命局平稳不代表气不漏，当一个人经常叹气，身体周围的保护磁场就破了洞，外头的霉运、病气就像冬天漏风的窗户，全钻进来了。为什么？明明没发火，没动怒，只是叹气，就会影响命局。黄帝内经讲得很透彻，悲则气消。年轻时元气充沛，像个热气球带住你往上走。到了晚年，热气球里的气本来就所剩无几，这一声长叹，卸掉的就是命理中所谓的本源之气。有些人喜欢用软体排大运流年，看哪年有病灾。其实大运流年好比外面的天气，有风有雨，也有晴天，但决定你会不会生病，会不会倒霉的，不仅是天气，更是你身体这座小房子的结实程度。经常叹气，就是在小房子上不断凿洞。五行命理中有个关键概念叫印，印就是保护你的东西，是你的靠山、免疫力、晚年的福报和房产。叹气耗损的恰恰是印的能量。你体会一下叹气时的感觉，肩膀一垮，胸口一瘪，整个人的精气神瞬间萎靡下去。这种向下坠、向外散的状态，在五行中就是典型的泄印。日复一日，你的保护罩越来越薄，外面天气再好，自己房子漏风漏雨，福气也存不住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长吁短叹极容易在换大运或逢九的关口，把原本可以避开的霉运给招进来。什么是交托期？就是旧的大运走完了，新的大运还没完全接上来的这段时间，对长者来说，就像在2条高速公路之间换道，中间这段路没有护栏，此时人体磁场最不稳定，最容易受外界干扰。这时候最讲究4个字：蛰伏守气，守住自己的气血能量，不能轻易耗散。如果天天长吁短叹，就好比在没有护栏的公路上，不仅不好好开车，还把车窗摇下来大声喊叫，外面的风沙杂物自然全灌进车里。心理学上叫破窗效应。一栋房子如果有一扇窗破了没人修，很快就会有更多窗户被打破。身体也一样，叹气就是打破的第一扇窗。正气一漏，接下来就是健康出问题。今天感冒，明天胃疼，查不出大病就是浑身不舒服。中医讲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叹气把正气耗虚了，病气就全进来了。那叹气跟财运有什么关系？泄的是印的能量，印代表靠山，稳定也代表包容。印的能量不足，人就容易急躁、焦虑，容易听信偏方，被人忽悠，破财自然顺理成章。同时，身上那股沉闷消极的磁场也会影响同住的家人，导致家里莫名其妙争吵变多。所以一叹穷3年不是空话，它有深刻的命理和生理基础。可是有时候叹气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，心里确实堵得慌，那口气已经到了嗓子眼，总不能硬憋住吧？当然不是硬憋，
接下来就教你一套老祖宗留下来的引气归元锁气法，不花1分钱，不用求神拜佛，在家里沙发上就能练。这套方法是古代道家和命理先贤用来锁住元气的功夫，专治各种无故叹气和元气漏损。当你坐在沙发上，想到儿女的不易或自己身体的小毛病，心里一阵发紧，胸口那团闷气顺住，食道往上顶，马上就要化成一声长，吐出去的时候，记住以下4个动作：搭桥、关门、下沉、浇灌。第一步，关门。当你感觉到那口气顶到嗓子眼要冲口而出时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嘴巴闭上。不仅嘴唇要闭，上下牙齿也要微微咬合，不用太用力，轻轻搭在一起就行。在命理学里，嘴巴是福气出入口，也是散气最大的漏洞，把嘴一闭，就等没把漏水的水缸塞子给堵上了。第二步，搭桥。嘴闭上之后，把舌头尖微微卷起来，轻轻贴在排牙齿后面的牙龈上，也就是口腔上颚，老话叫舌底上颚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在人体磁场网路里，前面有一条任脉，后面有一条督脉，这2条线平时在嘴巴这里是断开的，一叹气，能量就从断口跑了。现在舌头往上一搭，就像按下开关，任督二脉连上了，人体阴阳磁场形成一个闭环。第3步，下沉，门关了，桥搭了。那这口原本要叹出去的闷气该怎么办？总不能憋在胸口，这时候改用鼻子吸气。平时呼吸很浅，气只到胸口，现在用鼻子深吸一口气，脑子里想象这股气像一个暖烘烘的小熨斗，顺住喉咙慢慢往下走，划过胸口，一直沉到肚脐下面。五行上叫金水相生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你不叹气，精气就不往外跑，你把气往下引，就叫精气下沉，去生肾水，好比天上的雨水顺住屋檐全流进你家水缸，一点没浪费。第4步，浇灌，保持舌底上颚和鼻子深呼吸。大约1-2分钟后，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现象，嘴巴里开始分泌口水了。而且这种口水跟平时看见好吃的流的口水不一样，会有一丝丝清甜的感觉。古书里叫玉液，千万别吐掉，分3次小口小口咽下去。咽的时候同样想象这口水顺住食道一直滋润到小腹，这就完成了金水相生的最后一步。很多朋友常问我运气不好是不是该去请人算命，或者买个貔貅水晶改改运。那些外在物件顶多是在你房子外面糊一层纸，防不了大风大雨。真正高明的改运法从来不在外求，而在你自己肉身上。你每天练习这个引气归元法，把那些要探出去的废气转化成滋养五脏六腑的真气，时间长了，你自己就是最好的风水局。你的印被重新补足，底气厚实了，整个人的面相都会改变。原来下垂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原来暗沉的脸色透出光泽，你身上的磁场变成一个温暖的大火炉。儿女回到家感受到的是安详和力量，你走在外面吸引来的也是和气与贵人，这叫不求自得。但肉体上的气能锁住，心里头的结打不开也不行。这口深紧的井底虽然补上了，如果天天还在往里面倒苦水，福气还是存不住。很多到了60-70岁的朋友，真正的修行和改运绝不是天天往外跑，到处求人算命看风水，而是安安稳稳坐在家里，管好自己的一呼一吸，守住自己这座小房子的气场。我把最核心的规律浓缩成3句大白话，请你在心里记牢。第一，别把福气当闷气给叹了。你觉得胸口闷，那是心思重，气血郁结的表现。你一叹气，以为是排毒，实际上是在拔掉元气水缸的底塞。五行盘里的金水相生断了，晚年的保护罩薄了，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破财生病的小波折，自然全顺住缝隙钻进来。第二，最顶级的风水局就是你自己的肉身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总想花钱买镇宅物件。其实外面的物件磁场再强，也抵不过你天天长吁短叹漏出去的能量。你每天坐在沙发上，把嘴唇轻轻闭上，舌尖顶住上颚，用鼻子深呼吸，把气引到肚脐下面，再把那口清甜的口水咽下去。就这么一套不花1分钱的锁气法，只要天天做，你的五脏六腑就会被重新滋养，你身上的磁场就会变成一个温暖坚固的火炉，你自己就是全家最强最灵验的风水阵。第三，收音机要调对频道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我们叹气十有八九是因为操心，但你要知道同频共振的客观规律，你越焦虑越叹气，你发射出去的衰气和败气就会顺住家族的磁场网路，真真切切地影响到儿女的运势。
你只要把自己的心定下来，呼吸平稳了，你散发出来的安详正气，就是保佑儿女在外打拼的最强后盾。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见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其实命里的底色早就在那里了。算命算得再精，敌不过业力；风水看得再好，不如你起心动念的善意。这具肉身是个皮带，富贵穷通，早晚一场空。你把心里的贪念执着放下了，多做点积阴德的事，这就是最高明的改命大法。对密长者来说，最大的执着就是太想替儿女把路铺好，想把未来的每一个变数都抓在自己手里。可是天道运转，哪能事事如愿？你把这层担忧和挂碍放下了，把紧皱的眉头松开了，这就叫放下执着，不去瞎操心，不去长吁短叹。平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对邻里和善，多帮帮身边的人，阴德自然就越积越厚。如果你身边也有那种一坐下来就长吁短叹的老友伴，或者一遇到倒霉事儿就想花大钱改运的老友，你可以把这期内容转发给他们看看。这不仅是帮他们省下冤枉钱，破除迷信执念，更是帮他们把漏掉的福气重新补上。我们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在这晚年岁月里气定神闲，不漏财，不漏福，平平安安享受生活。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法布施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